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俄乌战争的罗生门，到底谁是输家，谁是赢家？俄乌战争已经打了4个多月，目前还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与战争初期西方媒体一致认为的俄军很快就要战败的舆论口径不同，现在的西方媒体也老实多了，已经有很多的声音在说，乌克兰方面可能坚持不了太长的时间了。但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两方的宣传口径都很一致，都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将要获胜的那一方。意大利的专栏作家弗朗西斯科·西斯最近在意大利的媒体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俄乌双方的形势。他认为在俄乌战争中，欧洲恐怕是最大的输家，而且最大的输家中，以德国和意大利更是输家中的输家。首先作者认为不论战争的结果如何，俄罗斯在政治上已经输了。俄罗斯原本认为只要能够控制乌克兰，就能够造成欧盟的分裂，并且使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收远，但是这些目标并没有实现。我们认为作者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目前欧盟、北约和美国都变得好像更加团结，并且随着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进程的开始，俄罗斯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将更加的恶化。但是俄罗斯在政治上并非毫无斩获。作者认为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将使得俄罗斯有机会进一步的推进政治目标。德国60%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目前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德国的天然气进口公司 Uniper 实际上已经破产。柏林正在考虑将俄罗斯天然气的巨头在德国的业务国有化，并且为整个天然气行业纾困过冬。意大利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几乎减少了一半，但意大利政府正面临崩溃。意大利的总理德拉吉宣布要辞职，意大利将成为欧洲的下一个暴风眼。目前各国投资者正纷纷抛售意大利的资产。作者认为意大利和德国的紧张局势，两国对用卢布付款的让步，以及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激烈的反应，都准确地告诉了莫斯科，他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其次乌克兰的政客和媒体发现，俄军使用的坦克的型号是越来越老，从早期的特90转变为特62坦克都被派上了战场，而俄罗斯海军的导弹也被用于攻击地面目标，这表明俄军的武器库可能正在被耗尽。随着西方援助的火炮和海马斯火箭炮投入使用，乌克兰陆军在火力上也逐步的开始可以和俄军打个对攻了。目前乌军正在训练更多的炮手，准备迎接更多西方援助的火炮。他们的想法是到9月或者是10月，这些炮手将做好准备，有了新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乌军将能够摧毁俄军的多种目标，这可能导致对乌不利的局势反转。纵观整个欧洲德国面临的战略风险是最大的。作者指出，几十年来德国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个对国防漠不关心的大瑞士，但现在就要被迫重整军备。德国是冷战结束以来获益最多的国家，它获得了统一，并且将影响力范围扩大到了东欧。但是随着白俄罗斯逐步的并入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将德国的安全战略砸得粉碎。而意大利则不一样。作者认为意大利没有体系或者是战略。毫无疑问俄乌战争到目前为止受益最大的是美国。在经济上，美国能够通过军火和石油、天然气的出口直接获利，也能通过吸收欧洲避险的资金而获利。在政治上欧盟、G7和北约都空前的团结，世界正加速分裂为西方阵营和其他的阵营，这些在客观上都不利于中国。我们只有通过加快发展自己，把自己做强做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